曹德庸到，04年进厂学习劳职，长连16年；张清良到，01年进厂学习劳职，长连18年；满小川到劳职从业8年；叶盛开到，劳职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；黄好，不用介绍了。师傅，小满，师傅，还好吧？不如在轩家好。不过这话我爱听，你师娘更爱听。哎呀，马杆儿，师傅，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啊。哎，师傅这说我长胖了啊，找着女朋友了吗？刚谈一个减脂的。那太好了，你师娘就是减脂的，像我。老叶，老薛，哎，薛师傅，知道你们感情特殊，我特意交代实权，也是。老叶啊，心意我领了。我在想啊，你呢，该得的荣誉都得了，这一次，能不能让给年轻人，让给下一代？我听您的。好兄弟，都不用介绍了，个个都是好样的。所有的师傅，我们都认识，而且也很熟悉。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联队的队长，有谁不服他，可以和他比捞指，比不过那就服从。44个人，88只手，要像一双手一样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团结一心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。魏建之，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好。老满啊，这个滑轮机械组啊，太棒了！我一看了之后啊，我心里那些担心，想到那些困难，全解决了。哎呀，老轩呀，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！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，抓紧时间，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刀，你看怎么样？好。那减脂工和晒脂工也都得定了吧？晒脂我就想找武同芳吧，这个人我了解，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。不够，再加2度。师傅，这已经是厂里晒脂的常用温度了。听我的，再加2度，快去。好的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11米4长，定拐可不简单，哪怕稍微斜了1丝1毫，摔到那头就会出背墙，纸就废了。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？来，过来了，过来集合了。薛师傅，这厂里头优秀的减脂工都在这儿了，您挑一个当队长吧。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，我看看。你干减脂工，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？22年了。好，你这样，把你的脚抬起来，我看看脚底。好，这只脚。减脂队长就他了。好啊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老轩呐，眼睛是真毒。这啥意思呀？减脂啊，这2边呢，经常在纸边上磨出来的老茧越厚，说明就越有经验。鞋底呢，2边磨损都是一样的，说明推刀减脂的时候重心不偏，站得稳，走得稳。
这是薛师傅。董事长，您放心吧，人都已经选完了，现在啊，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呢。宣师傅非常满意，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。好，您放心吧，这有我呢。好，哎，董事长，老薛，慢走，这怎么了？潦草还可以，对辽皮不满意。 3个鸡队的样品都看了，都看了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。那怎么办？老全真的是变了呀！要搁过去的脾气啊，能把这车间顶给你掀了。现在一声不吭，做那生闷气。是我们考虑不周啊！哎，老马，我想到了，咱们去找谢天意。老谢，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。你家的晒场呢？老您头年就去上海了，我那赛场就张度在那儿看着。老谢做辽皮的手艺，那可是天赐的。做辽皮潦草，我只敬老谢一个人。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 老轩啊，这可真不行啊！老轩，这不行啊！谢明霞，这些是你爸做的吗？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。他前年就走了。走了？做貂皮累死的。要不要？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。哎，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？能挣到钱叫手艺，挣不到钱，这都是个屁。我老婆在外面打工，我在家带老二，没办法，我才干这个破活，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，连个抢破二都不如，还手艺呢。这样，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？小谢，我呢错怪你了。我最喜欢有小心的人。我说几句话，老谢，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做貂皮潦草，就是用人皮换树皮。貂皮潦草这活儿，您是干了一辈子了。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，在你身上不知道蜕了多少层皮，但是做出来的活儿，那是真漂亮。我宣永年很敬佩你，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。很遗憾，你一走，就后继无人了。老轩啊，
要不，咱回厂子里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药，矬子里拔将军吧。老满，别人可以说这话，你可不能说呀。是，这话我是不该说。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要不，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。走。这料可真好啊！这做的多好啊！这没有8、9个月的功夫，它晒不成这样。是啊，这真是太好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就在我手中啊！老满，啊，那是张度吧？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！你看他翻疗皮的样子，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做得这么好，真是白如雪，骨如金啊！全都做到了2根不搭边，石头不见天，这功夫做到极致了，能不好吗？老轩呀，你后继有人了。后继有人呐！张督，好样的！这个张度也是，你爸让他回来，他就回来吧，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疗皮。哎呀，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，谁偷啊？咱这也不造纸了，人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。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，晒了那么多好的疗皮，又不做纸，又不卖，太可惜了。哎呀，哎，爸呢？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。哎，明天3丈3就要试水了，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，他也不想一想，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，谁陪他呀？我说我陪吧，他还不愿意。哼，行了，妈，随他去吧啊。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，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。你呀也别操心了，这中午呢还有食堂，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。你也好好休息休息。说好了啊。来来来，把这个装进去。还有啊，来来来，这图纸还有我这本书。我来。这可不能压了。那是，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？啊，联系了。他情况怎么样？正在化疗呢。我师姐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，应该是挺遭罪的。我师姐还说了，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，写2个小时的大字儿，就怕这时间一久了，手生了，怕不好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咱们走。走。哎，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，你按时吃啊。还有那个腰带，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。
看做得不错的。来，准备好。起！一连下注，下不去啊。稳住！起！挂钩！走！它这个水呀，吃水多了，所以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。准备好，起！小轩啊，准备，走！来，我们到这儿来。稳着，稳着，稳着放，走。两边要匀，两边要匀。一二三，起！一二三，起！起！小轩啊，保护不均匀，有气泡，有水洞，废了。动作不协调，有土地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啊，我看他只要起水了，那就是说我们赢了。看来这个只有多练，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，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师傅准备，我们准备二捞。开始！一、二、三，入水！我去数。好，稳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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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端平了。你看，老满，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。它平啊。师傅，哎，让我试试吧。啊，让我试试。
好，准备啊！再有一点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纸再捞厚一点，打这个纸要厚。往这边转身，是不是重心腿得使劲儿啊？这一使劲儿，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啊？踩实了，一使劲儿，啪的一下，那连传可就出去了。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，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，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不是一起鼓的，这说明什么呀？动作不统一。哎，协调性不够。哎呀，真应该让你上啊！就应该让我去，我要一去，练几天就行了。那人家也得多练的。是，魏建之技术是不错，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？啊，你看我这体格啊，你能一样吗？确实啊，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，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英不英雄的不敢说啊，主要是底子好啊，小时候师傅教的好。照这么看呀，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的。哎呦，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。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呢，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，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。赶紧赶紧。行，那不成再续吧。捞了多少张？记清了没？190张了，没有一张合格的。哎，虚伪时间到了啊！开工了，开工了，干活了啊！虚伪时间到了，开始干活。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都聋了吗？催什么催啊你？捞了10天了，捞出什么来了？就这么捞下去，捞1个月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有用。幸运的，还捞几天？你给个准数，给个准数，对不对？捞不出3丈山，你就得接着练。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？我们不能一直耗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耗着。你问我啊，我还想问你们呢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捞不出纸，怨我们了是不是？怨我们！少说人吧，说清楚。你们还不乐意了？瞧你们那个熊样，一群窝囊废！哎，你还挣上了？你谁干不干？谁窝囊废？什么？你走了，这活怎么干？小辉，怎么了？歇会儿。老魏，老师傅，你干嘛去？肖总，你正好来了，就这么天天干，真不是个事儿啊！他魏建之是单操啊，我们不一样啊。我有一放假，我的台来全歇了，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，这样下去，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。还有晒纸和剪纸的，2人包，2人晒，1人剪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如果他们不同意，他们肯定是有连累的。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，照这么搞，如果时间半个月的，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？是不是？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你们着急，薛师傅更着急。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，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，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？行了，肖总、马工、焦总，你们都在啊，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，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。这么着好不好？明天、后天、礼拜天放假，我不放，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。如果能干成更好，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，我退出，我也退出，退出。好了好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2天，
2天以后如果还不行，我换人。满公说话算数。哎，老蒋，大家放心啊，满公说话一定算数，说2天就2天。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，先动起来，行吗？走。行，干活，干活。走。上把劲儿，走，2天啊。老沈，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？有，但是太慢了。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，大家有点牢骚，他也能理解。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！老满，我觉得这大伙还是缺那股拼劲儿。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了，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。老满，再给我些时间，明天我亲自上。你身体行吗？不行也得行。哎呀，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，没挑出1张合格的。哎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，这就麻烦了。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，这是不可能了。不出1个礼拜，肯定乱套。不信你们就看着。还1个礼拜，你没听人讲吗？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要是捞不出来，他们就都散摊子了。薛岩，你敢不敢来的再晚点啊？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，我都吃醋了。哎呦，别胡说！来，你坐。我们今天今晚设计要定稿，我忙着呢。哎，不用你坐，你坐。啊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，大家喝着呢？今天捞得不错呀。什么呀？捞出100多张纸来啊，没有1张合格的。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纸是能捞出来，不过破损的严重。现在基本上是捞1张废1张。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么多人配合的，这个我们都没搞过。师傅想多练，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。轩呀，我说一句啊，你回去吧，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，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。那个魏建之啊，镇不住这么大场面。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，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说多了他烦啊。而且啊，这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要是捞不出来，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！不是这么严重呢？你要是真能作画，我轩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3正3。你要能做出来，我就一定画。你要能画，我就一定能做出来。就为了你这张纸，我死不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喂，小江老师吧？我是宣城区县的宣永年。啊，宣伯伯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我就想问一下，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，基本都稳定着。能好转吗？恐怕不行了，癌细胞已经转移。转移了。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+3的宣旨。我想知道，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？可能也就2、3个月吧。医生也不太好预估，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，全靠一口气撑着。我爸还说，等3+3造好了，他要亲自去验。我知道了，不打扰了，不打扰了。师傅，我来看看您，您快坐。这是刚炒的菜，还热乎着。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，而且我也不饿。那我陪您喝2杯。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。师傅，这些天你辛苦了。这些天，我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这纸捞不成？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，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。所以我觉得，即使用再好的杉木，上水下水之后，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。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，那么浆水就会在这连床上呈 S 型，这样纸就捞不匀了。从表面上看呢，人多，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，它就很难做到一致。但是，从深处上来讲，我老了。江泽流现在撑着一口气，我呢，我差一口气，顶不住了。师傅，这口气徒弟给您几听。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。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，那3+3就得下马了。所以明天无论如何，我拼上老命，我也得亲自上。老轩啊，
气泡和水动的问题还好解决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。师傅，这不太行吧？这老太太的裹脚布，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，没法晒呀。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尺去吧。啊，万一没有万一，他就也不。宣师傅啊，宣师傅，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，这都等了10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！你们先辛苦着啊。走。这样啊，我们来做一件事儿，先不是捞纸的，下面听我的指挥。我站在那儿，面向我，排队，快来，快点，面朝我。第2、4、6、8、10，以此类推，到两边，成4排，纵向，面朝我。我们现在呢，做个小游戏，小比赛。什么比赛，师傅？掰手腕。掰手腕。现在这2排有点意思啊。面朝面，快。有啥意思啊？搭手。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？蹲下。改玩游戏了？哎，差点。听我口令，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！1、2、3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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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加油！你们退后面，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。蹲下。搭手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？绝处手劲最大的，研究着换长联。开始。这跟长联有什么关系？要我说，就把那队长换了啊！换将如换刀，让民歌上就全办了。行了，小点声。好，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，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，快！快！一年水好深，去看看。站好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啊？就是因为赢了的掌联，输了的台联，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。均衡的纸浆在上面之后呢，它就会匀，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。这个好多了。老宣呀，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，好多喽。比起前2天来说，是好多了。但是老满还达不到要求啊，还得要加紧练才行。是。各位师傅们，为了3丈3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，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10多天时间了。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，但结果还是差口气，
不满意、不理想啊？难道我们就放弃了，投降，我们就不干了吗？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，这心里都特别着急。